好，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3月30号，今天是星期三，那我们今天一样来学习新 HSK 的词汇，今天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中级词汇。那各位同学来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是帮老师点赞关注老师的频道，给老师一个赞。你也可以下载 Handbook 这个免费的中文线上词典。那下载完之后，请各位同学使用老师的 invitation code VIP111。好，各位同学，现在呢，我们先来练习数字。Let's practice Chinese numbers。今天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数字是，看得到吗？好，我们再看一次。OK，好，9，怎么看不清楚？好，各位同学，你把这个数字写出来6958今天不太清楚，老师直接把它打出来好了。6958，好，那各位同学，6958中文要怎么说呢？6958，好的，如果你会说的话，请告诉老师6958中文要怎么说呢？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今天理查老师没有很多时间跑步，所以我只跑了6958步而已。理查老师只跑了6958步而已。那6958怎么说呢？比较简单，今天的数字比较简单好，维凯说6958。宋平6958。好 Nikki 对吧？6958。好，老师看有没有人答错，有没有答对了 ？Hardwin 答对，立新小土豆答对了 ，Grace 你也答对了，还有雪峰，好，雪峰你答错了，6900不是95888，不是好，阿能答对了。好，我们裴静也答对了 ，Christina 你也答对了，6958 cool。还有我们的贤信6958答对了。好的，大部分的同学都答对了好 ，Malik、Darling 都答对了。好，很好，你们都答对了。Express 6958，好，答对了，非常好。那各位同学，这个我们每天都要练习数字。理查老师有时候会忘记让你们练习数字，我们想到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练习数字好，马超同学说6958，好，太棒了，大家都记得。还有我们的 Handy 6958，酷，很棒。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就来上课吧。今天呢，对了，理查老师跟各位说一下明天理查老师呢，是脱口秀的节目。那这个理查老师明天要采访这个一位新的汉语老师，所以呢，明天请各位同学呢一定要来听老师的课。明天我们来采访一位汉语老师这位汉语老师是谁呢？我们看一下是谁。这个叫玲玲玲玲老师，我们明天要采访玲玲老师。好，我们明天要采访玲玲老师。好，等我一下，玲玲老师的好，我们明天要采访玲玲老师那我的那个 screen 怎么不见了？好，等我一下。那这个因为明天Ben老师去旅游了，所以没有时间。我们明天要采访玲玲老师多明说我的数字很差宋角来了，宋角你好。好，那我们就来上课吧。Extra camera，
？No， 诶，好奇怪，老师的这个好像坏掉了。好，等老师一下哦，老师的这个怎么怪怪的嘞？老师的这个看一下怎么用 ，extra camera 怎么变成这样的？好，等我一下。好 ，OK， 应该可以了。好，OK，slice，诶，哎呀，等老师一下哦，老师要整。各位同学有看到我吗？各位同学有看到理查老师吗？有吗？老师的电脑怪怪的。好，那么老师刚刚说看得到了哦。好，这个明天理查老师要采访玲玲老师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听老师的直播课。理查老师介绍一位新的汉语老师给各位同学认识。这位汉语老师啊，他的中文教得非常好，所以明天呢，我们来认识这位新的汉语老师哦。好，那么明天一定要来哦。看到了，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的词汇是称号，称号，称号。好，第二个词汇叫成本，成本，成本。好 ，OK， 这两个词汇都看得到，太好了，好的，看得到，太棒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好，称号，各位同学，称号就是有一点像 name 或者是 title 的意思。各位同学，我们的 name 叫名字，对不对？哦，我们的 name 叫名字。那各位同学，哦，这个玲玲老师，对不对？明天不见不散哦。好，我们的名字 name， 像理查老师的名字叫理查，对不对？我的名字叫理查。什么叫称号呢？称号跟名字不太一样哦。称号是你名字以外的另一个名称。Another title of your name, another title for your name。各位同学，所以称号的意思不是你的名字，是 another name or another title for your real name。所以各位同学，称号不是你的名字，不是你真的名字，是 another title for you or for your name。所以这个叫称号。称号用于区别名字的另一个名称，头衔，头衔就是 title 的意思哦，名称也是 title 的意思，所以用于区别名字的另一个名称或另一个头衔。所以各位同学，称号不是你的 real name， 称号是 another title，another title。好，称号的英文是 alias。OK，alias 应该是 like for short 吧？哦，好 ，nickname，阿能 nickname 比较是昵称，我们中文说昵称不太一样的意思啊。nickname 是昵称，阿能的英文还不错，昵称 nickname。昵称是比较不正式的名字，不正式的名字。昵称或我们说外号也可以哦，外号是你的不正式的名字哦。好，各位同学，阿能说是不是英文的 nickname？ 那老师告诉各位哦 ，nickname 的英文，nickname 的中文应该是昵称或者是外号，比较不正式的名字。比如说理查老师叫胖胖 fatty， 因为理查老师很胖，胖胖就是理查老师的昵称或者是外号。OK， 昵称或外号。OK， 比如说你们觉得理查老师很胖，
你们就给老师一个 nickname 叫胖胖 Fatty。那这个胖胖就是理查老师的外号，不正式的名字。但是称号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别称 another name 别称称号你可以称号也可以叫别称称号你也可以叫它别称，就是 another title， 比较 formal 的，其实是比较 formal 一点的好，好的，这个称号我们也可以叫别称，就是 another title for your real name or for you， 比较 formal 一点。那刚刚阿能说的 nickname 是昵称，比较不正式的名字，外号。Hello Benny B 你好。花名啊花名用在金培你这个问题有一点花名是这个花名一般是用在like street ladies 那个她的名字OK， 比如说有的 street girls， 那个 Hardwin 在不在？ Hardwin 不在对不对？ Hardwin 不在好，这个花名是给 like street girls or prostitute 用的，她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个 street girl 叫 Cindy， 有一个 street girl 叫 maybe like Mary and 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同学，这个花名是给 like street girls 用的好，那这个小名，对，小名可以叫 nickname， 可以。小名通常是取给小孩子的啦小名通常是取给小孩子的取给小孩的。好，那这个小名通常是取给小孩子用的，比如说这个小孩叫小 Johnny Little Johnny 小 Johnny， 比如说这个小孩叫做叫花花，花花可以是小名嘛花花取给小孩子用的名字取给小孩子用的名字，比如说裴静小时候可能叫静静，裴静你小时候可能叫培培或叫静静，这个就是你的小名这个叫你的小名对，有时候你上学的时候有人会给你取外号有人会取外号，外号就是 nickname Hello 素父你好好，不是在家里的名字，在家里的名字你可以叫他小名或外号或昵称理查的外号是什么？理查老师没有外号你们有没有外号？外号就是你朋友给你取的 nickname 外号就是你朋友给你取的 nickname， 你们有没有外号？考拉，对，各位同学，以前你们有没有这个昵称或是外号？有时候你上学的时候，或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会给你取一个外号。我们中文外号是用取的取外号、取昵称取有点是 give 的意思啦取外号、取昵称like give you a nickname。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外号？理查老师以前的外号叫做那个什么？以前理查老师的外号叫无尾熊，就是考拉，台湾叫无尾熊。以前那个理查老师的朋友都会叫我考拉koala。理查老师的朋友都会叫我 koala 考拉，因为理查老师的动作很慢，because I'm so slow。OK， 宋平的外号是什么？有没有的外号有没有的外号就是有没有豆豆多明说我的大学中文老师给我的昵称是豆豆。好，豆豆是昵称不是称号，称号是一个 formal name， 称号一定是正式的一定是 formal 的，不是像这种比较 informal 的。豆豆比较 informal， 但是很可爱素父说大学的时候同班同学给他的外号叫做 King of Grammar of English， 哇，英文语法王
好厉害哦，英文语法王诶，哇，这个束缚你的英文语法一定很厉害，所以这个叫英文语法王。那从这个昵称，从这个外号就知道束缚的英文语法一定很棒哦。好，英文语法王 King of Grammar of English King of English Grammar 英文语法王。那这个宋平妈妈给他取的是 OU 哦，OU 是宋平的昵称，是妈妈取的昵称。丽娜说，我的初中老师给丽娜一个外号叫玲玲，哦，很可爱的名字，玲玲哦，哇，很棒哦。好，玉珠，玉珠你好，好哦，Christina 的外号叫Dovster，对不对 ？OK，Dovster 很可爱。阿能的外号是猪八戒啊，好可爱。Tom 不是你的昵称，雪峰 Tom 是你的英文名字哦 Tom 是你的英文名字，不能说是昵称。昵称一定是 like funny informal， 可能叫你雪雪，叫你小雪，这个是你的昵称，小雪可以。Tom 是你的英文名字，不是你的昵称哦。有没有小白猪啊？可以。Grace 的外号就是小白猪，但是这个不是称号，称号是 formal 的哦，称号一定是 very formal。所以各位同学，小白猪不是称号，是外号，英文是 nickname。OK， 好，很有意思哦，你们的外号好可爱哦。哦，这个 Dalim 说，老师，我的外号是冰冰，好可爱的名字哦，冰冰，冰冰 Ice Ice。冰冰是这个 Dalim 的外号，很可爱。不过冰冰不是称号，因为它比较 informal， 它是外号或昵称，外号或昵称哦。好，好多人的外号好可爱哦。哦，雪峰，你的外号不是外称哦，是外号。雪峰的外号也是考拉 Koala。OK， 理查的外号是大魔王 Devil King，right？ Devil King。好 ，OK， 好可爱哦。好，称号 once again formal。OK，formal 正式的一个 title，formal title 正式的一个名称，正式的头衔。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 sentence。澳门有美食之都的称号。澳门有美食之都的称号。澳门就是 Macau。各位同学知道澳门在哪里吗？有没有人知道澳门在哪里？澳门在什么地方的旁边呢？你们知道吗？澳门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Macau。澳门在香港旁边，对不对？哦，like、near Hong Kong， 对不对？ Macau is near Hong Kong。 好，我们的这位同学 Taylor 的外号是 Demo， 很有意思哦。好，像才说以前我的中文老师叫我小胖，对，小胖是外号，不是称号，因为我的肚子很胖，因为上才的肚子很胖哦，好可爱哦，枪笔。对，很好，靠近香港。各位同学，立新说的很好，澳门靠近香港哦。那澳门的食物非常好吃，澳门有很多美食，澳门的食物非常好吃，所以澳门有美食之都。这个之就是 of 的意思 ，apostrophe 那个就有点像 possessive form 的意思啦，美食的都市。美食之都就是美食的都市，美食的都市哦，美食的都市。澳门是位于南海附近，就是香港旁边哦。各位同学，什么叫美食之都？什么叫美食？美 beautiful， 食 food， 美食就是 beautiful food， 就是 yummy food， 美食就是很好吃的食物。这个之就是的意思，美食的都市，这个都就是 city 都市，所以澳门的东西很好吃，大家都喜欢吃澳门的食物，澳门的美食，所以我们可以说美食之都，没有错。多明说的很好，这个澳门的蛋挞 tart，澳门的蛋挞非常好吃哦，非常好吃，
也很有名啊，蛋挞就是 tart， 对不对？好，那各位同学，称号美食之都就是澳门的称号。OK， 没问题。美食之都比较 formal 嘛，比较 formal 一点。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语法。主语有八八八的称号，主语获得八八八的称号，主语得到八八八的称号。你也可以说主语被授予八八八的称号。这一些 verb 都可以用有、获得、得到、被授予。好，各位同学，所以这个语法把它记起来。那这边就写我们的 title，OK， 我们的头衔，我们的名称是什么？好，来，我们做一下题目。杨杰无所不知，因此八八八。杨杰是我们同学的名字。各位同学，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事情都知道，叫做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什么事情都知道。Someone knows everything。无所不知。对 garment 有，对 delicacy 美食 delicacy。米尔说我的名字叫王良，这不是你的称号，这是你的名字。称号是名字以外的另外一个 formal name。称号是你 like besides your real name, there's another title for you for something， 这个才是称号。Another title for your real name。无所不知，那相反，对，一无所知 ，you know nothing， 很好。一无所知 ，you know nothing， 你什么都不知道，叫一无所知。无所不知，you know everything， 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叫无所不知。好，然后呢，因此叫做 as a result or thus。好，我们看这里答案是什么得到了，得到了的称号，称号，万事通，万事通，万事通就是什么都知道的人叫万事通什么都知道的人叫万事通，什么事情都知道叫万事通。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You mute， 因此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Very good， 很好。好，裴静，杨杰无所不知，因此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Very good， Norbert， 杨杰无所不知，因此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Very good， 立新，杨杰无所不知，因此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Very good。好，春娇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多明得到了万事通的称号。各位同学，万事通就是中文的 like 英文怎么说 know it all， 对不对？ know it all， 不过它都是好的意思。中文的万事通是好的意思大家会喜欢的。如果你叫我万事通，哇，我会好开心，我会好快乐，因为在中文万事通是好的一个 expression， 但是在英文 know it all 好像不是很好，对不对？ know it all 英文好像不是很好的意思。好，万事通就是 know it all positive meaning。 OK， 好 OK Jim 因此得到了万事通的，不是万事通万事通不是万事痛。好fountain of knowledge。 OK， fountain of knowledge 英文是这样说是不是？ Fountain of knowledge， 我可不可以用 Information Bureau Can I use Information Bureau？ 好，各位同学，如果英文是你的母语，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中文说万事通，英文要怎么说？应该不是 know it all， 对不对？ know it all 在英文好像是 negative meaning， know it all 好像在英文是不好的意思，但是万事通在中文是
好的意思。OK， 是 Fountain of Knowledge， 是不是？还是用 Information Bureau？Hardwin 说澳门是不是赌博的地方啊？澳门有赌场哦，有 Hardwin， 澳门有很多赌场啊，澳门有很多赌场啊。好，好，那同学你们再告诉我咯，什么叫做万事通？英文是什么啊？好 ，Information Bureau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这个中文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称号，你们可以把它学起来。中文有很多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称号，那英文一定也有。各位同学，你们的母语一定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称号。那理查老师介绍2个有意思的称号哦。那第一个叫飞毛腿，飞毛腿。哦，飞毛腿。好，各位同学，什么叫飞 ？Fly， 毛 hair， 腿 leg，hair fly hairy leg。飞毛腿在中文是什么意思？表示很会跑步的人，跑步速度很快的人 ，like fast runner, quick runner。我们中文就叫飞毛腿。飞毛腿，飞毛腿哦。好，那各位同学，飞毛腿什么时候用呢？比如说你有同学他跑步的速度很快，哇，他跑得很快，你就可以给他飞毛腿的称号，你就可以给他飞毛腿的称号哦。所以如果你有跑步很快的朋友，哇，你是个飞毛腿。你是个飞毛腿，什么意思？这个人跑步好快哦，跑步非常快哦。好，那第二个，我们中文会说神枪手，神枪手，神枪手是什么意思？神枪手就是呢，他开枪都可以射得很准哦，他这样开枪，他想射什么都可以射得到，所以神枪手就是 sharp shooter， 他呢这个拿着枪啊，想打什么就打得到，神枪手啊，神枪手。好，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叫《你好，神枪手》啊，神枪手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呢，他想射什么都射得到，他拿着一把枪，拿着一把枪啊。好，神枪手，神枪手就是枪法，我们中文说枪法很准的人了啊。好，好，神枪手就是枪法很准的人，也就是他想要射什么都射得到。Hawkeye 不是那个 superhero 吗 ？Hawkeye， 好，这个神枪手是拿着枪的哦。那像这个美丽，你们都知道美丽同学她很会射箭，对不对？美丽同学呢，她不叫神枪手，她叫神射手或神射手哦，比较像 Great Archer。我们中文也可以说神射手。那像美丽，美丽就是神射手哦。美丽是神射手，神射手是拿弓箭的，这种叫神射手哦。美丽很会射箭 archery， 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可以叫美丽神射手，你们可以给美丽这个称号，神射手的称号哦。好 ，OK， 弓箭，你们知道弓箭吗？弓就是弓是什么？ball，OK， 箭是 arrow， 对不对？好，弓跟箭哦。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好，弓就是那个东西，箭就是那个 arrow 是箭，这个东西是弓哦，弓这个是箭哦，所以弓还有箭。那美丽她很会射箭，射箭哦，这个叫 archery， 射箭，英文叫 archery， 对不对？
我少个 R，sorry， 少个 R。好 ，archery 我少一个 R。好，那美丽很会射箭，她是一位神射手，神射手神射手英文叫做这个 Hawkeye， 是神箭手也可以叫神箭手，神射手跟神箭手都可以神射手跟神箭手。跑得很慢的人射不中的人好像没有中文好像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的称号没有这样的称号。好 ，OK， 神箭手、神射手都可以。好，了解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好，第103个单词叫成本。成本，成本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 cost。The amount of money needed for a business or a deal。好，各位同学，成本就是你做生意的时候 ，when you do business， 当你做生意的时候，或者你购买商品的时候 ，when you purchase a lot of like products, you need money, right? And that amount of money is what we call 成本。好，你做生意的时候需要一笔钱，对不对？那个钱就是你的成本。你购买很多商品的时候，商品叫 merchandise or products， 你购买叫做 purchase or buy， 你购买很多 products 的时候，你会需要钱，对不对？那一笔钱，那一笔费用 fee 就费用，就是我们的成本就是我们的成本。成本就是做生意 do business， 购买商品 purchase merchandise 所需要的费用 fee 或者是钱，这个叫成本 cost 成本。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 sentence。 OK， 公司经营不善，必须缩减成本。好，公司经营不善，必须缩减成本。公司 company 经营不善就是 you do not run the business well. The company is not running well. 这个公司没有很多生意，这个公司的商品没有人买，所以这个公司会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意不好，这个公司的生意不好，东西没有人买，所以呢没有很多的收入，所以这个公司会经营不善。那经营不善的话就没有赚钱，对不对？没有 earning money， 没有赚钱怎么办？所以必须 have to 必须缩减，就是 cut or shrink， cut and shrink 成本 cut the cost， 必须缩减成本 must cut and shrink 成本 the cost。 好，必须缩减成本，因为没有赚钱嘛，所以你的成本要缩减。好 OK， 好 Grace 说的很好啊，当你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你需要成本需要成本的好，非常好。好，各位同学了解吗？成本就是你做生意的时候需要的钱，你做生意的时候需要一笔钱，那一笔钱就是你的成本就是你的成本。好，阿能说我已经卖给你成本价成本价就可以了不用加格，成本价就是 like cost price 成本价。好，阿能你说成本价就可以了，成本价就是 like cost price。 好，成本价就是最低的价格了，成本价其实就是最低的价格了的意思，最低的价格了。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已经卖给你成本价了，好，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说成本价是什么意思？哎呀，阿能，这只手表已经是成本价了，什么意思？就是最低的价格了，不能再低了。所以各位同学，你去一家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老板告诉你，阿能，这只手表是成本价了，表示老板已经给你最低的价格了，没有办法再更便宜了。
它卖的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听到老板跟你说这是成本价了，表示他没有办法再让你 bargain， 没有办法让你 kill price 杀价了，没有办法再更便宜了，所以这个叫成本价。成本价，这个是成本价了，表示已经是最便宜了，没有办法再 bargain 了啊。好的，这个叫成本价，很好，阿能。好，各位同学，其实成本呢，我们常常在商务中文中使用。商务中文 ，Business Chinese， 在商务中文很常使用成本这个词。那我们来学习一些 common phrases about 成本。For example， 广告成本，广告成本 ，advertising costs， 广告成本。广告就是 ad， 对不对？广告成本 advertising costs。 好，成本跟预算不太一样，预算是 budget， 预算不一样，送脚意思不一样。好，各位同学，广告成本，一家公司会有广告的成本。什么叫广告成本？广告成本就是你要 promote 你的商品，你可能要到脸书去做广告，你可能要到 YouTube 去做广告，你可能要做电视的广告，所以广告成本就是 advertising cost， 就是你可能会去一些 social media， 像是脸书，你可能会去 YouTube， 你可能会在电视上，你可能会在电视上做广告。所以我们说广告成本的意思就是可能在脸书，在电视上，在这个 YouTube， 可能有的人会在 TikTok 做广告，有的人会在报纸上做广告，对不对？报纸也会做广告。好，这个就是广告会花的钱。好，对，这个 acronym 也可以说是费用的意思，也可以当做费用的意思各位同学，像有的公司啊，它会在脸书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电视或者是像报纸 newspaper 做广告，那它会花一笔钱，对不对？你在这些地方做广告是需要花钱的，这一笔钱就是广告成本这笔钱就是广告成本，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公司，所以你要花广告成本广告的成本。好，再来是建造成本。好 ，construction costs。各位同学，我们建造一栋大楼 ，when you construct a building, you need money, right？ 这样的钱就是 construction costs。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盖一座桥，盖就是 build 建造，盖都可以盖或建造桥 bridge， 我们可能会盖公路 highway， 我们可能会盖这个地铁，对不对？ subway， 我们可能会盖大楼，我们可能会盖这个很多东西了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建造成本好，各位同学，像我们要盖 build， 你也可以说建造 construct build， 我们可能会建造一座桥，我们可能会建造一座桥，我们也会建造 highway 公路 freeway 公路，我们也可以建造 subway 地铁，我们也可以建造大楼 a building， 我们都需要花钱，这样的钱就是建造成本建造成本。好，建造成本，盖一个东西要花的钱叫建造成本好，再来，还有生产成本当你生产一个商品的时候，你会需要生产成本。比如说，我们有公司要生产手表，手表会有生产的成本生产成本。好，我们还有这个叫运营成本运营成本 operating cost， 我们这个在台湾叫营运成本，营运成本。好，在大陆叫运营成本
好，就是你经营的时候会需要花的钱。When you run a business, you need amount of money. You need an amount of money, and that is operating costs. 建塔成本不会这样说，我们就说建造成本而已，我们不会说建塔成本。旅游成本，很少听到旅游成本呢，很少听到，我没有听过。修车的成本，可以，贤信听得懂，听得懂你的意思，就是你修车花的钱，修车的成本，可以，我听得懂，可以的，但是不是那么常用在商务中文哦。各位同学，理查老师说的这一些都是商务中文很常用的哦。好，老师再念一次，广告成本，广告成本 advertising costs， 建造成本，建造成本 construction costs， 生产成本，生产成本 production costs， 运营成本，运营成本 operating costs， 在台湾我们会说营运成本，营运成本 operating costs。 OK， 好的，没问题。好，那各位同学，成本我们可以说增加成本 increase costs， 增加成本，你也可以说减少成本 decrease costs or reduce costs， 减少成本，增加成本，成本越来越多，减少成本，成本越来越低，增加成本是不好的事情哦。增加成本是不好的事情哦。我们都希望能够减少成本。When you run a business, hopefully you can reduce your costs. 我们都希望能够减少成本，我们都不想要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对公司是不好的事情，增加成本对公司是不好的事情，我们都想要减少成本啊。成本价、原本价，阿能，我们会说成本价，我们不说原本价哦。这个词汇我们就说成本价哦，成本价。运营成本是不是饭费？不是，不是的。哦 ，Norbert， 运营成本是你经营一家公司需要花的钱，这个叫做运营成本，不是饭费的意思哦。好，教育成本可以用 educational cost， 可以用，可以说教育成本。好，成本价格，一般我们说成本价就可以了哦，成本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商务中文里面你们也会常常听到这个词叫利润，利润就是英文的 profit， 利润。当你经营一家公司的时候，利润很重要，有利润才有钱赚。我们有 profit， 有利润才有钱赚，利润越多越好，表示你的公司很成功，你赚了很多钱，利润，利润叫做 profit。那如果你经营一家公司，你会需要 amount of money， 那个叫资金，资金 the amount of money to run a business， 这个叫资金 capital， 资金。那这个我们的量词是一笔资金，一笔资金，你会需要一笔资金哦，一笔资金就是 capital。它的量词比较特别，我们用的是 pen 那个字，一笔资金。好，一笔资金，好，资金，一笔资金哦 ，capital。Norbert 问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让所有欧美国家的生产成本增加。好 ，Norbert， 你这个句子很好，但是理查老师帮你改一下哦。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让所有的欧美国家生产成本增加。这个句子非常好哦，非常好的句子。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让所有的欧美国家生产成本增加，可以，很好的句子。利润跟利益不一样哦，这个束缚，利润一定是钱，利润 is for money， 利益 is for maybe advantages， 利益比较抽象，利润指的一定是钱，
利益可能是 your advantages or your benefits， 所以利润我们英文翻译成 profit， 利益翻译成 benefit，所以利润一定是钱，利益不一定是钱，利益不一定是钱哦。好，减少公司的成本，每个人都必须要负责。好，马超，你可以说每个人都必须要负责减少公司的成本，每个人都必须要减少公司的成本哦。好 ，OK， 这些都是商务中文常用的啦哦，利润 （profit）、资金 （capital）。好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如果你的公司经营不善，刚刚有说过经营不善，如果你的公司呢经营不善 ，not run well， 经营不善，那会怎么办？公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公司就会破产。好，破产我们英文叫 bankrupt。各位同学，什么叫破产？破产就是没有钱了，公司没有赚钱，而且亏损严重，这个叫破产哦。破产就是公司必须倒闭了，倒闭就是像这样 ，closed forever。The company is closed forever。好 ，closed permanently。各位同学，像现在因为有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关系，很多公司都破产了，很多公司都倒闭了，所以如果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关系啊，会造成很多公司破产，没有钱了，然后可能会倒闭，这个公司永远的关门了，永远关门了，叫倒闭、破产、倒闭 ，go bankrupt。破产是动词，对，公司破产了，倒闭也是动词，公司倒闭了。好，对，没有错，破产跟倒闭都是动词哦。好 ，OK， 我们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做题目了哦。好，各位同学，第一题 ，Quiz time number one， 第一题，成本，称号。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什么？在卖东西之前，在之前 means before。卖东西 sell something， 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先就是 first， 你必须先知道什么？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卖东西的话，不可以随便卖，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不然呢，你以后可能会赔钱的哦，你以后可能会赔钱的。好，成本 ，Tree 说成本 ，Jam 成本，春娇成本，贤信说，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成本哦。好，阿能，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成本 ，Very good。好，成本很好 ，Philip。然后 Mir 成本 ，Secon 成本很好。宋平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成本 ，Very good， 很好哦。好的，好，这题没问题。你如果不知道成本的话，你可能会亏钱，你可能会赔钱 ，You may lose money。好，英文说 lose money， 中文怎么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说你可能会赔钱。lose money 赔钱，你也可以说亏钱，好，你也可以说亏损，好。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卖东西之前，你不知道成本，你可能会赔钱，你可能会 lose money，you may lose money， 你可能会赔钱，你可能会亏钱，你可能会亏损。如果你赔了太多钱，如果你亏了很多钱，如果你亏损太多，那么你的公司就会倒闭，你的公司就会破产。所以你在卖东西之前，你必须先知道成本，必须先知道成本啊。好的，不然你会赔钱、亏钱、亏损，赔了太多钱，
公司就会破产，公司就会倒闭 ，go bankrupt。好的，我们来看第二题 ，Number 2。好，成本、称号。印尼有万岛之国的什么？好，这题很简单了哦。印尼 Indonesia 有万岛之国的。好，万就是 10,000， 一万就是 one， 一万就是 10,000， 一万 10,000， 岛 island， 之就是的国家，有10000个岛的国家，有10000个岛的国家，国就是国家。好，各位同学，我们有很多印尼的同学，对不对？印尼有万岛之国的什么称号？好，称号很好哦，称号。OK， 哦，晚安，晚安。好，损失也可以 loss 啊，损失是 loss。好，称号 Grace， 印尼有万岛之国的称号，非常好。Norbert 称号，好的。印尼有万岛之国的称号 ，Hardwin 小朋友住在印尼，对不对？印尼有万岛之国的称号，非常好，你们都答对了。称号 Philip 称号，好，各位同学，你们的国家有没有什么称号呢？请问你们的国家或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称号呢？台湾的称号是，好，台湾的称号是福尔摩沙哦，台湾有福尔摩沙的称号 Formosa， 台湾有福尔摩沙的称号。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很棒的称号呢？台湾有福尔摩沙的称号，请问你们住的地方或者是你们的国家有没有什么称号呢？像台湾有福尔摩沙 Formosa， 好像在Spanish 是这个 beautiful island 的意思吧 Formosa in Spanish I don't know， 它的意思是 beautiful place or beautiful island Formosa。 台湾有福尔摩沙的称号。那阿能说缅甸有玉石之国的称号，很棒。然后 Grace 说缅甸有佛塔之国的称号， very good， like a country of Buddhism towers， country of Buddhism towers， 玉石之国 country of jade， country of jade。 好，缅甸有佛塔之国，也有玉石之国的称号。好 Philip 说香料岛。 Philip 请问你住在哪里？告诉我们好不好？泰国有微笑国家的称号，对不对？泰国有微笑国家 Country of Smiles， Country of Smiles， 泰国有微笑之国的称号，酷。好，那请问你们国家或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称号呢？印度是最多大学之国听起来不太像称号。最多大学之国哦，印度 OK。 好，老师没有去过印尼耶，老师去过泰国而已老师没有去过印尼，老师很想去印尼看看好，请问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称号啊？Formentera Formosa 对不对？ Formentera。 好，这个加拿大有枫叶之国的称号，对不对？ Canada Country of Maple Tree， Maple Tree 对不对？加拿大有枫叶之国的称号，枫叶之国的称号。好，那你们国家还有什么称号呢？好，加拿大有枫叶之国的称号。菲律宾也有7000菲律宾也有7100座岛这个座Henry， 菲律宾也有7100座岛，100座岛。OK， 好，我来自格林纳达，格林纳达有香料岛的称号，很好。格林纳达有
香料岛的称号，非常好，非常好哦。对，泰国的广告超好笑的，泰国的电影跟广告超级好笑的哦。好，OK，那这个就是称号，OK。好，各位同学，这样子会用了吗？如果你会用了，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完了。喜欢今天的课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请帮老师点赞，给老师一个赞，然后关注老师的频道，然后把老师的频道 channel 推荐给你的朋友。老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听理查老师的课哦。那明天我们要这个 interview， 我们要访问这个玲玲老师。那玲玲老师呢是一个很专业的汉语老师，希望各位同学明天来听听玲玲老师的故事。那我们明天见咯。好，Tom 说老师穿这个衬衫很帅，真的吗？Really 好，那我们明天见咯，各位同学再见，拜拜。